如果今天我有机会检查职业运动员的身体，我一定会先从他的膝盖开始检查。而且训练量越大的运动员，膝盖受伤的可能性就越高，尤其是膝盖里面的半月板。那半月板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连专业的运动员也很难避免半月板受伤的问题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知道膝盖在运动上的特殊性。因为膝盖正好夹在髋关节还有脚踝之间，是下半身力量的中继站。而专业的运动员每天都会进行大量的高强度训练，尤其像是跳跃、扭转、急停这些动作，都会带给膝盖极大的负荷。这些负荷其实对膝盖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膝盖的构造天生就是用来承重的，所以身体自然帮它设计了一对很大的软骨来缓冲。这个缓冲构造就叫做半月板。了解半月板的设计，就是用来吸收冲击之后，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半月板会成为膝盖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了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形状。半月板的形状是一大一小的 C 字形，内侧的大 C 还有外侧的小 C 是不是很像两片放在膝盖上面的马蹄铁啊？而内侧半月板会比外侧半月板承受更大的压力，所以半月板受伤大部分都发生在内侧。那问题来了，造成它受伤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就是力量不均衡，因为膝关节绝大多数的活动度都在矢状面的方向上，可是它的上下有两个可以转来转去的关节，髋还有踝。只要有状况，运动量又大的话，半月板就会承受很多矢状面以外方向的力量。只要力量的方向不对，半月板受伤几乎是无可避免的。而最容易导致力量不均衡的动作就是扭转膝盖，像是打篮球时要换方向过人，常常得先急停，身体转，脚再跟着转。如果这个动作不稳定，或者是瞬间的扭转力太强，内侧半月板、前十字韧带以及内侧副韧带就很容易一起受伤，所以他们也称为苦命三兄弟。而膝盖受伤之后，如果想要真正的康复，光靠休息是不够的，也不是喝大骨汤或靠自己按摩就能痊愈，而是要循序渐进的复健。在跟医生确定可以复健之后，我们要从增加膝盖的活动度开始，到不负重的膝盖训练动作，接着再进展到负重的髋膝踝动力链运动，最后再用平衡感还有本体感觉训练来收尾。这样一整套打下来，才能让你的膝盖得到真正的康复。那知道膝盖的构造还有半月板容易受伤的原因之后，接下来我要给你一些针对性的运动，来帮你加强膝盖的刚性。不管你的膝盖有没有受伤过，这些运动都可以让你的膝盖更健康哦。膝关节活动度提升。第一个，伸直活动度。一开始坐在椅子上，一脚弯曲，一脚伸直，双手握住一条弹力带，将它套在伸直脚的脚底，慢慢将膝盖伸直。觉得有点紧紧的，在无痛范围内往下压一点，保持这个姿势30秒，一天做3组。半月板受伤后，膝盖的伸直还有弯曲活动度往往会先受到影响，因此用伸展的方式增加膝关节的活动度，可以有效避免受伤后关节僵硬的问题。当你的活动度有进步时，可以增加膝盖的负重能力，将弹力带绕在膝盖后方，另一端固定在柱子上，然后将膝盖伸直，向后顶住弹力带，这样可以帮助膝盖更好的伸直，同时提升膝盖的本体感觉。弯曲活动度提升，躺着，一脚弯曲，一脚伸直，将弹力带绕在小腿上，拉紧弹力带，滑动脚跟，贴紧屁股，让膝盖在弯曲时感受到轻微的紧绷感。保持这个姿势30秒，每天做3组。当你的活动度有进步时，可以增加膝盖弯曲的负重能力。一开始4组跪姿，在膝盖下面放一个软垫，并在膝盖和小腿之间垫一条卷毛巾。接着双手轻推身体向后，慢慢坐向小腿。如果你感觉脚背不舒服，可以在脚背下也放一条卷毛巾。整个过程中应该感觉膝盖有轻微的紧绷，如果出现刺痛，就把身体向前移动，减少膝盖的弯曲角度。保持这个姿势30秒，每天做3组。非负重膝髋踝的训练，矢状面伸直，将弹力带缠绕在非训练的小腿上，另一端绕过训练脚的脚底，骨盆复位，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让身体坐在坐骨上，双手抓住椅子的两侧，将身体向椅子拉近，同时保持头顶向上延伸，避免驼背。非训练脚往内侧移动，吸气预备，吐气膝盖伸直。过程中都可以重新调整弹力带的阻力，直到膝盖可以完全打直。保持这个姿势3秒。
然后慢慢回到起始位置，反复12次，每天做3组。矢状面膝弯曲，坐在椅子上，将弹力带一端缠绕在训练脚的脚踝上，另一端缠绕在稳定脚的足弓。骨盆复位，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让身体坐在坐骨上，双手抓住椅子的两侧，将身体向椅子拉近，同时保持头顶向上延伸，避免驼背。稳定脚，膝盖伸直，当做固定端，训练脚往后勾，停留3秒，反复10次。额状面外展，侧躺在地上，手肘支撑头，先把髋膝踝放在一直线，接着大腿向前弯曲60度，脚跟相碰。膝盖向天花板张开，把膝盖往上打开，感受上方的臀肌出力，但同时也要保持肋骨对准骨盘，不要肋骨外翻哦。过程中不要让身体晃动，缓慢地将膝盖放下，回到起始位置，慢上，停留3秒，慢下，重复这个动作10次。训练完后，进阶一点，加上侧棒式一起训练核心还有臀肌。侧躺在地上，右手肘放在右肩下方，把身体撑起来，双腿向前弯曲60度，左手放在左大腿上，将右肩胛骨向脚跟的方向轻微压紧。这个动作可以避免耸肩，肋骨收紧与骨盆对齐，保持脊椎一直线，不要驼背。用膝盖往下压的力量，将屁股向上抬起，加上蚌壳式开脚的动作，将上面那只脚膝盖往天花板抬起。这个动作你会感觉到上下两边的屁股都有出力的感觉。停留3秒，慢慢放下来，重复10次，每天做3组。额状面内收，侧躺，用手肘支撑上半身。下面的那只髋关节往前弯曲，大腿和小腿呈90度，上面那只也弯曲小腿呈90度。我们要训练的是内收肌群，将训练脚用力向下压，臀部抬离地面后再抬起小腿，这样可以增加内旋肌群的参与。保持这个姿势3秒，然后慢慢放下来。这动作反复做10次，每天做3组。熟悉动作之后，还可以增加难度。这个动作叫做哥本哈根式。拿一张椅子，侧躺，脚放在椅子下，一手支撑上半身，另一手放在腰来稳定姿势。下面那只脚放在椅子下，上面那只脚放在椅子上，确保髋膝踝在一条直线上。吸气预备，吐气，将下面那只脚向上抬起，感觉大腿内侧的内收肌群正在用力。保持这个姿势3秒，慢慢下来。哥本哈根式是一个挑战内收肌的运动，在做这项运动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骨盆不要出现旋转。12下换边，每天做3组。旋转面内外转训练。右手肘放在肩膀的正下方，双腿弯曲，膝盖往地板压，用这个力量把屁股抬起，保持躯干一直线，骨盆不要往下掉。上面那只脚抬起，往前旋转，用大脚趾轻触地面，同时带动骨盆还有脊椎向前旋转。3秒后，将脚向后旋转，膝盖随之向天花板旋转，也带动骨盆向后旋转，直到脚跟轻触地板。停留3秒，反复10下，一天做3组。髋膝踝动力链负重训练。腿后主导动力链训练，双脚弯曲，双脚脚跟踩在毛巾上，屁股抬高，然后将毛巾尽量拉往屁股，保持3秒。接着慢慢将膝盖伸直，再保持3秒。过程中髋膝踝都要呈现一直线，膝盖不要过度打开，也不要合起来。你应该会感觉到大腿后侧有接近抽筋的紧绷感，反复10次。半月板受伤后，往往会导致膝关节稳定性下降。通过这种针对性训练，可以提升膝关节的稳定性，减少再次受伤的风险。腿前主导动力链训练，
一脚往前，另一只脚往后，后脚放在一块毛巾上，缓慢向后滑动。当后脚滑到膝盖接近地面时，保持3秒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注意骨盆要保持两侧水平，髋关节中点对齐膝盖，并确保膝盖对准第2和3脚趾，躯干顺着大腿骨的延长线稍微往前倾，腰不要过拱哦。蹲到底时，大腿感觉紧绷酸痛是正常的，但如果膝盖会刺痛不舒服，就减少下蹲的距离。舌刺换边。对于半月板受伤的人来说，髋膝踝的稳定性会变差。训练的过程中，维持髋膝踝对位，可以避免膝盖在活动中承受过多的压力，有助于保护受伤的半月板，也有助于改善膝关节的活动范围，减少僵硬。小腿主导动力链训练4阶段垫脚尖。第1阶段，一开始扶墙，脚跟夹一颗按摩球，一边夹一边垫脚尖，重心放在大拇指上，脚踝不外翻还有内翻。往上夹的时候，足跟尽量互相靠近，垫脚尖的高度尽量让脚背跟地板呈90度，头顶长高不驼背，停留10秒，一组10下，一天做3组。第2阶段，熟悉之后可以变成单脚垫脚尖，扶着墙壁，重心放在大拇指上，脚踝不外翻内翻，速度越慢越好。往上到底，停留10秒，放下，一组10下，一天做3组。第3阶段，单脚垫脚尖的能力够好之后，继续进阶，找一个阶梯垫到底后，慢慢的放下来，直到脚跟低于大拇指，慢慢上去，停留10秒，再慢慢放下，停留10秒，一组10下，一天做3组。这动作增加了足底筋膜还有小腿完整的向心和离心运动，可以让小腿肌群的弹性还有力量更好哦。第4阶段，同样的动作再增加重量，拿一个哑铃，重量放在哪只手都可以，慢慢垫上去，停留10秒，再慢慢放下来，停留10秒，一组10下，一天做3组。强化小腿肌群对于保护半月板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小腿肌群参与了膝盖连接到脚踝的稳定还有力量的传递。当小腿肌群强壮而且功能正常的时候，它们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，减少膝关节还有半月板承受的压力，从而保护半月板免受进一步的伤害。动力链平衡本体感觉训练，米字训练。一开始，一只脚向前跨出，前脚膝盖对准第2、3脚趾，将重心移到前脚，身体向前倾，屁股向后推，后脚脚尖轻点地面。保持3秒后回到起始位置，接着身体再次向前倾，屁股向后推，另一只脚向侧边轻点地面，再回到起始位置，然后身体继续向前倾，屁股向后推，将脚跟向前点地，再回到起始位置。这一组动作循环10次，换边，每天做3组。通过多方向的强化髋膝踝周围的肌群，膝关节就能够在不同方向都得到很好的支撑。只要这些肌肉都能一起工作，就有助于分散膝盖的压力，减少对半月板的直接负荷。再来，这些训练也能够改善膝盖的稳定性，还有活动范围，增加下肢的本体感觉，对于预防半月板再次受伤非常关键哦。单脚硬举加超人式，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，将重心放在前脚，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慢慢抬高后脚。前脚的足底3脚要稳稳的踩在地板上，保持髋膝踝在一条线上，不要驼背哦。3秒后慢慢回到起始位置。当你感觉平衡感有提升后，将一只手向前延伸。回到起始位置后，再换另外一只手向前延伸。回来，反复10次，每天做3组。这个动作结合了单脚硬举还有超人的动作，强化腿后肌、臀大肌还有脊椎稳定肌群。对于半月板受伤的人，这个动作可以增强下肢的力量还有平衡感，对于本体感觉训练非常有帮助哦。髋飞机，首先双脚与肩同宽，一脚前一脚后，将重心放在前脚，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慢慢抬起后脚并向后延伸。前脚膝盖要微微弯曲，当身体和后脚形成一条直线后，前脚的足底应该要稳稳的踩在地板上，保持平衡。接着，抬起的那只脚带动骨盆向天花板旋转，
同时确保地板那只脚膝盖不要内扣，屁股也不要晃。当旋转到极限时，停留3秒，然后慢慢的将骨盆往地面的方向旋转，停留3秒。这动作会让屁股的肌肉感觉到酸酸紧紧的，每组12次，一天做3组。弓箭步交叉蹲，一开始弓箭步，后脚往后交叉到前脚外侧，把重心放在前脚，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两脚膝盖微弯，对准2到3指，骨盆不要过度歪斜，让脊椎保持直立。蹲下的时候要注意大拇指踩稳，不要翻起来。这个动作要感觉到屁股紧紧酸酸的，就是有训练到哦。一组12下，一天做3组。上面动力链的运动都要尽量保持髋膝踝一直线，这样可以确保半月板在均衡的承重下运动，也可以训练下半身的本体感觉，让身体记住关节正确的位置。这些训练每天至少做完1轮，持续3个月，你就能感觉到膝盖健康有明显的改善。即使膝盖已经完全康复了，偶尔也要拿出来练一练，确保你的肌肉是有力量的，这样你的双脚才能站得更稳，走得更远。这些眼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几年甚至几10年后，都可能变成你健康的头等大事。如果可以，请你帮我把这部影片转发给你有膝盖问题的朋友，或是你的父母，让我们身边的人一起变得更健康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